公，你开快点，我不行了，要水破了。催什么催呀？你是生孩子不是去投胎？我开的这车不是飞机，你没看到在等红灯啊？喂，小诗啊，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啊？白总，我抑郁症犯了，我好害怕。什么？你抑郁症又犯了？我马上过来啊！白总，您是不是跟夫人在一起呢？你要是不方便就别来了，千万别因为我影响了您和夫人的感情。方便？怎么不方便啊？我马上过来啊！你千万别想不开啊！裴永超，你居然要抛下灵魂的妻子去找那个小三！喂，楚楚，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是看他是个可怜的，想关心一下他而已。他得了抑郁症，很严重的，要出了人命负得起责任吗？他的命是命，我们母子的命就不是命了吗？你就生个孩子，能不能别这么矫情？救车给你叫了，下个路口就是医院，还想让我怎么样？给我下车！下。生活费呀，自然呐。老公，我求求你了，把我送到医院，我不行了，我求你。你就生个孩子，有医生就够了。小师妹，我不行。没想到临产当天，我老公竟然甩下我去照顾别的女人，而这个女人还是我当初资助的。只要您资助我上大学，以后我当牛做马报答你。来，我不用你当牛做马，也不用你报答我，只要你日后好好学习，报答社会就好。你终于醒了。我知道，启墨的死对你打击很大，毕竟你们才结婚3天。林川，启墨这一辈子把心思都花在了你身上。小姐醒醒，产妇大出血！小姐醒醒，醒醒！你要是有良心，血压在持续下降，开心微弱。没时间了，动手吧 ，Max。你就转让给我们吧。我们会跟你好好一起，好好守护启墨留下的东西。医生，男孩还是女孩？我受伤了。他从收到沈锦墨送来的太晚了，还没保住高飞的这一天。哼，孩子，拿着我的钱和别的男人过逍遥日子。孩子，这辈子你让我看看，他被无名无姓的死，还怎么熬？我姐姐才刚死，你不问她，你去关心一个司机干什么？难道我们姐妹3人在你心里就这么不值钱吗？楚楚姐，裴总正准备洗澡呢，你有什么事儿吗？手上处置的部分让他接电话。应该全部回归于此。来人，楚总，带上沈锦墨的所有。裴总，楚楚姐马上是会灵境，是，都怪我，都怪我又害你们吵架。启墨才刚走，你就要收回他的股份，喂，楚楚，给我们嘛！又在发什么神经呢？你不知道小吃不能受刺激吗？他进来了。你说什么？裴总，楚总，都怪我，都怪我，都怪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非要给你打电话。现在要不是我，楚楚姐也不会丢下我。好的，我该死，现在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小诗，
这不关你的事。这是我亡妻的所有资料以及她的死亡证明，麻烦帮我销毁。好的。你看，我总是会伤害到所有人。我这样忘恩负义的人，我就该去死。我现在就去跳龙术去，只有我死了，楚楚姐才会原谅，你们的孩子才会回来。收声！可惜，楚楚，你现在满意了吗？你非要闹出人命才甘心呀！我闹。别混了，小事情只为停了，我们再复婚。孩子已经死了，你再伤心也没有用。但是，会愧疚像一个无辜的女人。好，那我们都自由了。确定交互。老婆，你应该在江城附近吧？我的专机等会儿就到江城机场，你来接一下我呗。我在这边乡下做公益，你去江城干什么？那边有个什么公司的求了我大半年了，想拿下咱们天成集团的代理权。我看他们心挺诚的，给他们个机会。老婆，我知道你在江城有不好的回忆，但是我想在下飞机的第一眼就能看到你。好，我知道了，我一会儿就过去。你记得帮我们2个好好照顾阿远。过几天我们去找你玩。夫人去江城，立刻去江城机场。恭喜裴总，贺喜裴总，居然拿到了天成集团的代理权。裴总，真是了不得呀！天成集团是枝江省龙头企业，而董事长齐凌风更是枝江省首富啊！裴总能被齐总看中，别说公司上市了，就算成为江城首富，那也是指日可待呀！诸位真是抬举我了，那是齐凌风齐总见我心诚，愿意赏我口饭吃。裴总日后平步青云，一飞冲天，可千万别忘了我呀！放心，放心，只要有我一口肉吃，那就少不了大家一口汤喝。谈项目，你让财务给我们打点钱。闲话少叙，齐董事长应该马上就到了，咱们赶快去贵宾室接机。保安，看到你喜欢的东西，请帮我，不用替我申请。家人，他们却闹当傻子。如今事实，看来你已经成功上位了，不错，你们很般配。他们不过是几个。喂，楚楚啊，你还有脸回来啊？我为什么才脸？抛妻弃子的你。沈锦溪、沈锦轩，当初小事一于正八错，我不过是过去关心了一下而已，你就争风吃醋，不告而别。哼，我以为你有多么大的勇气。我们把你当最亲的人，你凭什么要看看现在的楚样川，今天怎么说完了没？是不是锦墨去世？这几年你在外面流浪过几次？你现在知道有一个成功老公的重要性。你们最好可惜呀，晚了。从你离家出走那一刻起，你就不配再做我的妻子了。我今天来机场是有我自己的事情，对于做你妻子这件事情，我一点兴趣都没有。就凭你也来机场办事儿？哎，你买得起机票吗？想给我复婚就直说，别给自己戴高帽子，让人觉得恶心。哎，永州，楚姐，我跟永州呢马上就要结婚了，你这样突然找上门来，让我们很难做呀。你不要面子，但是永州的事业越做越大，会对他有影响的呀。告诉你吧，我是绝对不可能跟你复婚的。楚先生，这是您妻子的死亡证明。这些钱够你花一阵子，以后别再出现在我面前了。
算了，林峰也该下飞机了。怎么了？什么？你说你的身份信息被注销卡在魏楚楚，你怎么进来？你别着急，嫌钱不够是吧？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却很诚实。可不能让他受委屈。楚楚姐，这里是贵宾室，进来要办会员卡的，不是给你歇脚的。我也。你们现在就发通告。魏楚楚，你为了求我复婚，连贵宾室的会员卡都办了，你真是下了血本啊！但是我说过，晚了，就算你现在跪下来求我，我也不可能再给你机会了。裴永正，你有空的时候去看看心理医生，妄想症是魏楚楚，你现在嘴怎么变得这么硬了你？行，今天你运气好，我今天要接待一位大人，我宁愿花钱买点清静。这些够了吧？你不要欺人太甚。裴总，这个女人怎么一直跟你纠缠不休啊？不会是你前任吧？年轻的时候一时冲动，遇人不淑。哎呀，太正常了。像这种底层的捞女，就喜欢往裴总这年轻有为的企业家身上扑啊！裴总，谁年轻的时候没有在这种低花女身上吃过亏呀？认清楚了就好。现在裴总和夫人康定情深，算是走过弯路，找到真爱了呀。就是，知道捞女有多下头，才能知道这真爱有多好啊！要我说啊，裴总这个坑也没有白踩。那是，知道。他是从哪打听得到我今天要过来接齐总，可怜巴巴的过来要钱了？哼，像这种没有底线的女人我见得多了，无耻之尤啊！令人反呕，赶紧滚吧！我是他的前妻没错，但是我今天来机场是有我自己的事情。我和你裴永洲没有任何瓜葛。魏楚楚，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在这给我玩欲擒故纵呢？是，我承认，我以前是爱过你，但是你不识大体，不知进退，争风吃醋，赌气出走，上一世我决心为早就被你给消磨掉了。将心血里边一生为家。我现在已经另有所爱了，而且我们很快就要结婚。你以为你还是我的白月光，但事实是，现在的你在我面前就像小。还有，今天你出现在这里，勾起不了我任何美好的回忆，我只会觉得你手段肮脏，让人恶心。裴总说得好啊，像这种诋毁就应该打破他们全部的幻想。裴总护妻霸气。锦墨是你老婆。老婆，我专机到机场了，你在哪儿啊？老公已经到了，以前每次接机都让他等，这次不能再让他等了。我没时间跟你们开玩笑。每个月500万的生活费。这是。陈小诗，你干什么？我干什么？我还想问你干什么呢？你走就走吧，你突然踩我一脚干嘛呀？我这个鞋可是高定款，3万块呢，鞋面都被你踩坏了，我以后可怎么穿呀？这个女人怎么这么没有教养啊？是没有爹妈吗？自己把裴总就踩裴总夫人，你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你以为踩了裴总夫人一脚，裴总就能正眼看你？真是异想天开，痴人说梦。魏楚楚，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下作？沈小诗，你居然还和3年前一样，无所不用其极。我不管你们信不信，我没有讲。那你的意思是我污蔑你了？我马上就是上市公司老板的夫人了，我什么身份？他什么地位啊？我污蔑你干什么？就是，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是什么德行，你觉得你也配吗？魏楚楚，赶紧给小石道歉赔偿，然后滚蛋，别在这给我丢人。裴永洲，你脑子没问题？我说了没踩他就是没踩他。还有，什么叫我给你丢脸？你和我什么关系？
给我这个你别再自作多情。鸭子嘴硬，你要是这么不知好歹，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老婆，你说句话呀，别让我担心。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还有事儿，懒得和你吵。他们说站住！你是我老公，松手！你踩坏小石的鞋就想走啊？就是你就没怎么回事啊？就是不尊重我。裴总，这怎么了这？这个女踩坏我未婚妻，价值3万，还想溜走3万的鞋，那一定不要饶过他。我一会儿就把门给你锁上，并且给你报警。沈景魏叔，是我老婆。你以为我愿意？你知道我的时间有多宝贵吗？你知道我今天接待的是什么大人物吗？非要去警察局给警察说是吧？如果真闹到警局，那明天就会上热搜，林峰的形象和公司的市值都会大受影响的。好啊，我赔。别耽误正事。不是你踩的，你干嘛要赔呀？不见棺材不落泪，非要打电话报警才知道害怕呀？楚楚姐，你早这样服软不就行了吗？干嘛弄那么难看呢？抱歉啊，大少爷。来吧，我为了救锦墨受了点伤，身体不舒服。开车的话恐怕会遇到危险。现在你的一切都是我，您是少爷，你说你何必还要回来？不用回。沈小石，你果然还是和以前一样，喜欢我的二手衣服、二手包。怎么，张二姐的老公不是要去机场吗？上车。这两个人没关系，是在跟就算你再怎么牙尖嘴利，到最后都是我。真是好气。哦，对了，楚楚姐，你想知道你的孩子是怎么没的？你什么意思？偷偷告诉你，在你怀孕我照顾你的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往你的饭菜里加打胎。这可是药力最猛的打胎药，魏楚楚，孩子保不住，我看裴总还要不要呢？楚楚姐，这是我熬的燕窝银耳汤，养胎用的，你快趁热喝啦。小石，感谢你一直鞍前马后的照顾我，但是我资助你上大学，不是想让你回报我的，而是想让你拥有更好的生活，知道吗？楚楚姐，你不图是你不图，但我自己不能拎不清。要是没有你，我还不知道在哪儿打工呢。魏楚楚，你要是真想让我改变自己的命运，那就早点把你太太的位置让出来了。就算你的羊水没破，裴永忠没回来看我，你这个神仙资助你上大学，就这么回报我的？别急啊，楚楚姐，我还有一个事儿要问你。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医院证，医院开的那张证明我要死了！不是父亲。哎呀，你忍！哎，救你！你忍！这个畜生！这是前面的人，后面的人不是畜生，他还打我！你才是畜生！没有受到威胁。之前就吃小石的醋，闹腾个不停。你看不看报不他？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吗？我只看到你打他，什么我也看过，你这么无法无天，你怎么好意思说这个话的？过来，向他道歉。不可能，从来没有一个杀人犯要向一个受害者家属给他道歉。道歉！魏永忠，你除了打女人，你还会干什么？你少激我！要是不道歉，我就打到你道歉为止。能，打得好！俗话说，3天不打，上房揭瓦。像你这种女人，就应该时不时的减减肥。
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还以为自己能拿捏裴总。哼，给点颜色，这不像开染房的东西！呸！啊！这样不仅咱们没事，道不道歉？好讹他们。你要谁道歉？齐总，刚下飞机肯定很累吧？我们为您准备了茶水。哎，齐总，这是给您夫人准备的礼物，请小了。齐总，我是先马集团的总裁，请您以后多多指教。齐总，齐总，我是裴氏集团的总裁裴永洲，这是我们公司精心准备的策划书，请您多多指教。连峰，既然是为了安生，那我还是你们讲。我模仿不到流畅的连峰，我今天不想谈生意。齐总，这个山民，您不是说一会儿你们掰开他的嘴，今天就把这个授权给我们？说了，是，改日。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这个女人怎么搞的？每次接机都迟到，这次倒好，直接关机了。齐总，我已经打了10几个电话了，都是关机。那是查信号员，给你10分钟，给我查到这个人在哪。是。齐总，是不是哪个贱女人得罪您了？您把这种事就交给我吧。您放心，我一定把那个贱女人收拾得服服帖帖。你说谁是贱女人？你再说一遍。齐总，您怎么了？我是说错了吗？楚楚，是楚楚的声音，楚楚就在这里。啊，齐总，我是强盛集团的老板，非常希望有机会跟齐总合作。告诉你，我老公正在跟齐总谈桩大事，你现在就过来跟老公说，我要你的命！放进去，给我干！哦，你看，这是我的美名。齐总，我飘零半生，未逢明主，今日见到您，我愿拜您为义父。楚楚，村长干什么呢？齐总，这个闹事的，我正收拾他呢。您跟永洲继续谈，别耽误了你们的合作。合作？还想跟我合作？齐总，你为什么打我？你自己看你干什么？我打你不是轻的！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得罪了齐总了？没得罪齐总呀，给我10个担子，我也不敢得罪他呀。齐总上来就打，还没领证呢。裴永洲，你交的好老婆啊！你口说不信，他直接出手打人。好啊，你们一家都很好。齐总，我没明白您说的是什么意思啊？齐总说的还不够清楚，还不赶紧把人放了？齐总，您发这么大火，就是为了这个小三儿？小三？对呀，这个贱女人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消息，说我老公今天要见您，特意跑过来找我老公要钱，我这才收拾了他一顿。楚楚不可能干出上门要钱的事，更不可能给别人当小三。看来是我太累了，都幻听了，居然以为是楚楚。看来是一场误会。姐，还是你会回哎呀，那就好，齐总，误会解开就好。不过就算事出有因，也应该注意分寸吧。身为知名企业家，难道这就是你们裴氏集团的企业文化？齐总，教训的是，主要是这个女人实在是太猖狂了，我一时没忍住。我以后一定注意方式方法。既然误会都解除了，齐总，那您看这代理权，改日吧。今日心情不好。齐总，那我送你。你给我等着！犟什么犟？人都走了，还指望有人替你出头啊？今天做的漂亮。
要是让他冲撞齐总，肯定会坏了我们的好事。林远不过是楚家的一个司机，你们竟然要把林川的脸皮拎去给他！你们从小被楚家养大，竟然有如此……我早就跟你说过，让你识相点儿，拿了钱就走，非不听，非要吃点苦头才行。医药费给你了，现在咱们两清了。以后你要是再纠缠我的话，就别怪我不念旧情了。你不过投胎投了个好。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is dialed。找到楚楚没？还没有啊。齐总，我已经派手底下兄弟们全程搜索夫人，但是江城毕竟是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所以找不到就不会帮助别人去找吗？去登报、登广告、去悬赏，谁能找到楚楚，我给他10个亿。明白，我现在就去办。姐妹们，今天我们一起上，必须要把楚林川这次给林月坏事。千万别出事儿！给我去死！不行，我得赶紧想办法联系林峰。好了，楚林川，我沈景浩这辈子从来没有求过你什么，但是阿姨她救过我的命。之江卫视最新资讯：今日，天成集团总裁祁凌峰悬赏10个亿，寻找一位名为魏楚楚的女士。天成集团希望知情者尽快去帝豪酒店提供相关线索。民众纷纷猜测祁凌峰或魏楚楚的关系。酒店，林峰在帝豪酒店。欢迎光临。根据内部消息，齐总就住在帝豪酒店。这次我一定要拿到齐总的代理权。不愧是裴总啊！果然是手眼通天呐！依我看呐，这代理权啊，非裴总莫属。整个江城，谁有实力跟裴总竞争啊？是啊，裴总，到时候您吃上肉，也让我们喝点汤啊！对，放心，把心都放肚子里。等我赚了钱呀，一定不会忘记你。有钱大家一起赚嘛！好的，谢谢裴总。魏楚楚，我哪都有你啊！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呢！让开！想走可以，把话说清楚。你是怎么知道我在帝豪酒店的？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在帝豪酒店，但是我来这里有我自己的事情。你是哪儿不舒服？我让你走了吗？楚楚，你还以为自己是裴总夫人吗？你这种下等身份进帝豪酒店，除了来碰瓷永州，你还能有什么别的事儿啊？魏楚楚，钱我已经给过你了，我劝你做人不要太贪得无厌。哎呀，裴总，你们夫妻啊，还是太天真了。小恩小惠啊，怎么能入得了这种心机女的眼？这肯定是奔着正宫之位而来的呀。我说过，当年你负气出走，咱们就已经不可能了。我裴永州注定是成大事者，不像你这种心胸狭窄、没有格局，注定是成不了我的太太。可惜你永远不要造。
裴总说得好，像她这种女人就知道看美剧，一天天的在这梦游呢。你能做什么大事？比麒麟峰的事业还大吗？我实话告诉你，我今天来这里就是来找齐。啊？你找齐总？你是说你今天过来是找齐总的？没错，我对你一点都不感兴趣，别自作多情。哎呦，我见齐总都要排队预约，你什么资格呀？齐总会见你？我知道了，知道什么了？他肯定是过来给齐总打小报告的，他要去和你们齐总的合作。哦，难怪昨天在机场那么巧会碰到你，原来你是想蓄意报复。我不想蓄意报复，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蓄意报复。你和麒麟峰有合作？楚楚姐，都这个时候你就别再装了，你该不会告诉我这2次都是巧合吧？我可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能有这么巧的事儿。上次我和齐总合作的事，差点被你搅黄了。今天咱们该算算这笔账了吧？哼，没想到这种心机女，这个心思竟然是如此的恶毒。裴总，你今天必须要给她一点让她终身难忘的教训。对，松手，松手！告诉我，不知道你和麒麟峰有合作，我也不想报复你。如果你再不松手，我不介意把这件事儿给你搅和。好啊，你果然没有安好心思啊！魏楚楚，亏我之前还一直在意我们之前夫妻的感情，既然你想坏我的好事，别怪我不客气了。坏你的好事？你脑子有没有问题？你果然还是像以前一样，沈小诗说什么你就信什么，根本就不用把我当回事儿。把你当回事？你配吗？你也不看你自己是什么模样，人不人，鬼不鬼的。我配不配？由不得你来评价。你怎么和以前一样，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把你玩的团团转。楚楚姐，你这是什么意思呀？明明是你时隔3年之后来骚扰我们，扰乱我们的正常生活，怎么现在还倒打一耙呢？对吧，永州？说的没错，我当初只记得你会争风吃醋，没想到你现在竟然会栽赃陷害、颠倒黑白，这真是猪油蒙了心，才会娶你这种女人。对，有的人就是被猪油蒙了眼。江晴雪，你不是在国外吗？签了他。是不是疯了？我勾引你，我企图上位，你要不要脸？魏楚楚，我告诉你，你今天签也得签，不签，我也有办法让你自愿签字。怎么，再把我打一顿呢？裴永哲，我真没想到，这么些年过去了，你居然有这么下作的手段。你签不签？对不起，我错了。你还真是个软骨头啊！你根本就不是个人。当初爬上沈小诗的床，把我抛弃在高速公路，害死自己的亲生孩子，你就是个畜生！孩子没了能怪我吗？我的孩子是死在你肚子里的，是你自己不争气，没有保住孩子，还不要脸，负气出走。现在你在外面过不下去了，就回来怪我怪小诗。我要是你，我就找个地方钻进去，我才不会在这舔着脸撒泼呢。
是当初留下的后遗症复发了。我和林峰还没有孩子，万一以后生不出来孩子，我再问问你最后一遍，你到底签还是不签？我签，但是裴永州，你一定会后悔的。我本来已经接受了沈景墨离世的事实，后悔？打算和清雪从头开始。像你这个丧家之犬的模样，哎，我倒是很想看看你是怎么让我后悔的。我就要和清雪结婚了，你放心，我是不会忘了你的，也会照顾好锦溪和锦轩。敬酒不吃吃罚酒。站住！我让你走。你还想干什么？还不够。你干什么？干什么你？给我！把身份证放在胸前，把保证书上的内容念出来。你是变心了？你是把那……别太过分了！你别忘了大魏楚楚，我有没有给过你机会？我昨天就警告过你，可是你有恃无恐，肆意妄为。你要是不读，今天就别想走。不要得罪进去。哎，我听说咱们省首富齐总和夫人来江城了，就住在帝豪酒店。听说齐凌风夫人从未在公众面前露过脸，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你不是说要从一而终吗？不能再和裴永忠他们拖下去了。如果我这副模样被拍到，媒体一定会深挖我和裴永忠的关系，到时候林峰肯定会受到影响。3年了，我和林峰好不容易走到今天，绝不能在这里功亏一篑。好，我念。魏楚楚，你知道你身上最可悲的地方是哪里吗？就是你明明愤世嫉俗，可又不得不向世俗低头。就像你以前愤气而出，现在又像流浪狗一样回来求我。哎，你要是一直硬气到底，那我还敬你是条女汉子。可惜你4、6不靠，两边不沾，那我不得不说你不仅活该，而且下贱。开始读。我魏楚楚是裴永洲的前妻，想要破坏裴永洲和麒麟峰的合作关系，被裴永洲发现。经此，我本人在此宣布：第一，以后不再骚扰裴永洲，不再打扰裴永洲和沈小诗的私生活；第二，不再对外宣布裴永洲以及其公司与沈小诗的所有谣言、负面消息，如有违反，我自愿承担所有的法律后果。承诺人魏楚楚。可是没想到又变成你回来找我了。哎呀，魏楚楚，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丑陋恶毒，不择手段，就凭你也想破坏我和齐总的关系？哭什么？裴永洲，你最好记得你今天所做的一切。以前的事儿都过去了。我记住了。所以呢，魏楚楚，我告诉你，这个世界是讲实力的，嘴硬是没用的。我身为即将上市的大公司老板，你这种人啊，是无法想象我和齐总的关系的。这次让你签个保证书，小惩大戒也就算了，如果再有下次，那我就把刚刚录的视频发到网上，让大家都知道你是什么人，让你以后在整个江城再也没有容身之地。谁在江城没有容身之地？我们走着瞧。
你这样和别的女人在我面前卿卿我我，哎，这不就是麒麟峰要找那个女的吗？没有这个老婆。麒麟峰敢坏啊我好事！齐总要找魏楚楚，对啊，你说的是哪个麒麟峰啊？咱们之江省还能有几个麒麟峰？当然是首富麒麟峰了。这怎么可能呢？麒麟峰，齐总怎么可能会找魏楚楚呢？齐总是什么身份？他根本就不认识魏楚楚这种社会下层人。陆丹丹要找他，还悬赏10个亿呢。10个亿？怎么可能？裴总的前妻不会和齐总认识吧？谁知道呢？江城就这么大点儿。阿远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单纯善良的男神。我刚才不是故意伤害你的，你听我解释。我帮祁总找到仇人了，这10个亿是我的了。放开！你说什么？仇人？奶奶是我们什么仇人？他不是麒麟峰的仇人，难道是麒麟峰的老婆吗？显然是这女的把麒麟峰给得罪了，麒麟峰才开出对他10个亿的悬赏。我说呢，魏楚楚这种人怎么可能认识齐总？放开！等等，你想干什么？魏楚楚是我先发现的，10个亿是我的。就算是你先找到，又能怎么样？你又没把他带给麒麟峰。分开！哦，知道这个酒店是谁的地盘吗？知道我们跟麒麟峰是什么关系吗？一见面就喊着出去！滚！你怎么知道？恭喜裴总，贺喜裴总，这一朝暴富啊！这10亿的悬赏非裴总莫属啊！怎么可能会有钱去捐我不在乎这点小钱。小钱？这10亿是小钱呀！裴氏集团至今啊还没有上市，就是凭裴总您也拿不出10亿吧？你们不懂，如果把魏楚楚交给齐总，那这代理权的事情就是10拿9稳了。等我拿到代理权，我还缺这10个亿8个亿。就是目光太浅，眼里只有钱。这就是为什么我能拿到代理权，而你们拿不到。哎呀，裴总教训的是，您教训的是，哎呀，到时候您拿到了代理权，哪怕我们干个2级经销商，哎，在您手底下那喝点汤也是不错的呀。好，你不用想着只要你们以后跟着我混，少不了你们的好处。阿远跟我说的清清楚楚。裴永洲，就你这点能耐，还想拿到天成集团的代理权？哎，我在跟裴总说话，哪轮得到你插嘴啊？魏楚楚，我知道你怎样，但是没事儿，你很快就硬不起来了。你得罪了齐总，排着队想弄死你的人，能绕江城一圈儿。不过我还要感谢你，如果没有你，那我还吃不准齐总会不会把代理权给我。哎，齐总，哎，是我是永州啊。什么事？我找到魏楚楚了。人在哪儿？就在1楼大厅。我马上过来。你做得很好，把人看住了，我必有重谢。齐总，怎么了？裴永哲找到楚楚了，就在酒店1楼的。突然找到了，太好了！这下您总算不用提心吊胆了。提心吊胆算什么？只要楚楚没事就行。这个什么裴永洲办事还是挺靠谱的，虽然私人活点混，他们裴氏集团最近不是势头正盛吗？我看我们的代理可以叫停他们裴氏集团。好。刚才齐总说了，要重重的感谢我就说了吧，这代理权的事情是10拿9稳。恭喜裴总啊！裴总这回抱紧了大腿，那裴总成为江城第1人，那指日可待呀！哎，
两位过奖。如果能受到齐总的鼎力提携，第一人不敢说，但是第一梯队还是没有问题的。哦，永州，要不咱们先把证领了吧，也算是对我们这么多年感情的一个交代。何必非要等到公司上市呢？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结婚不是小事儿，别急嘛。裴永州，你最好不要高兴得太早。我实话告诉你，才是麒麟峰。是你什么？是你爹呀！哼，魏楚楚，死到临头了，你嘴还不松？你是鸭子托生的上市？魏楚楚，你现在是不是还没有搞清楚目前的状况啊？你不会想说，齐总是你相好了吧？然后你们闹翻了啊？齐总想要找女人，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呀？才会找你这个人老珠黄的贱货。永州，既然他已经得罪了齐总，那不如咱们替齐总教育他一下。这样一来，齐总一高兴，说不定手指缝里就能掉出些什么来。好，那我就替齐总先除除这口恶气。魏楚楚，你争风吃醋，负气而出，睚眦必报就算了，现在你竟然连齐总都敢得罪，你是自己在找死！天上地下没人能救得了你！我把这句话同样还给你，等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别怪我没提醒过你。魏楚楚，你大白天做什么梦呢？永州有齐总赏识，马上就要平步青云了，谁敢让他大难临头？谁能让他大难临头？我没想到这么多年，你脾气还是一点没变。你是固执己见、死鸭子嘴硬。别急，齐总很快就能跟你好好上一课的。哼，我看这个贱人始终都认识不到他的错误，不如我们把他绑起来，别在他脚底抹油跑了。好主意。哎呀，放开我！别过来，过来！放开！我绑起来！把这手表别畜生！你个畜生！给我老实点！你眼睛看清楚，我老公是自愿捐赠皮肤给阿月。齐总，你再怎么按，电梯也不可能飞下去啊！恨不得现在就飞过去。我一会儿得狠狠地骂他，这么大人了，接机迟到就算，还跟我玩失踪，害得我担心死了。骂夫人，您舍得吗？就算您舍得，那您就不怕被催版吗？多嘴。如果错过了植皮的最佳时机，这阿元脸上留了疤，我要你们好看！怎么这么多人？楚楚人呢？这女的谁呀？被打这么惨，不会是当小三被抓了吧？只有小三才会被打得这么惨。问题是她那打扮也当不了小三啊。我去接齐总。裴夫人，我看就让他跪着迎接齐总。等一会儿齐总来了，看到以后肯定会大为高兴的。听见了没有？赶紧跪下！跪下！特令峰来了，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你还想等齐总来了给他打小报告是吧？我告诉你，我不可能让你冲撞齐总，赶紧给我跪下！跪下！骨头挺硬啊，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硬！跪下！跪下！齐总，齐总，为了抓住魏楚楚，我可是费了老大心思。抓住他们抓回来了，一定让他们给你一个交代。魏楚楚人呢？就在那儿。跪下！给我跪下！跪下！给我跪下！跪下！跪下！给我安排最权威的医疗团队。哼，
你在干什么？齐总，我是想给这个贱人一点教训。谁给你的胆？打得好，相中了小三，放在古代是要被进猪笼的。就是打他算轻的，应该把他挂到网上，让他社死。小三，楚楚没这衣服，看来不是楚楚，害我吓一跳。光天化日之下，当众打人，你们是黑社会还是地痞流氓？这像什么样子？明白了，齐总。齐总，知道您重视魏楚楚，所以我们特意好好伺候了她一番。您看，您满意吗？算你有心，我很满意。现在就带我去见麒麟峰嘛，咱们之江省的首富，好像还真是麒麟峰。麒麟峰来江城了。麒麟峰刚刚为这个小三出道，难道他认识这个小三？这该不会是麒麟峰在外面养的女人吧？你不胡说什么呢？我什么时候在外面养女人了？对啊，我们快走。赶紧把这个女人带走！光天化日之下，成何体统？是我大意了，楚家势力这么大，赶紧把她拖出去。齐总下不来台了。快！楚家给你们。快走！祁天峰素来神秘低调，几乎不接受任何采访。现在好不容易来江城，咱们可一定不要错过这个采访他的机会啊！是啊，快，祁总在那边。可是我要去国外工作你好，我是之江卫视的记者。天成集团如今已成为全省民企龙头，您也成功问鼎首富的宝座，但您的身份却一直深藏不露。请问一下，您准备什么时候对公众公开您夫人的身份呢？齐总，近日您重金悬赏寻找一位名叫魏楚楚的女士，请问这位女士是您的什么人？这位女士已经被我找到了。您帮齐总找到了人，那齐总许诺您的10个亿兑现了吗？多少人想帮齐总做事，那是求之而不得。能帮齐总找到人，那是我裴永洲的荣幸。我怎么会图那区10个亿呢？裴永洲是裴氏集团董事长裴永洲吗？哎呀，这江城难道还会有第2个裴永洲吗？齐总，之前您要将天成集团代理权给裴氏集团一事传得沸沸扬扬，甚至还专门为裴氏集团来了一趟江城。但据我所知，直到目前为止，您都没有和裴氏集团签订代理合同，请问这又是为什么呢？齐总，请问您还会将天成集团的代理权给裴氏集团吗楚林川？3日后，天成集团将在江城召开记者发布会，在众多媒体的见证之下，和裴氏集团签订代理合同。这不过是一场误会。谢谢齐总。你不是好端端的。另外，我也将对外公布我夫人的相关信息。之前一直没有公开她的信息，是因为不希望她的私生活受到打扰。但是现在，随着天成集团逐渐壮大，她也是时候从幕后走到台前了。好了，各位，今天的采访就先到这里，其他事情发布会上再说。我们还没问完呢，齐总，您看魏楚楚是现在交给您，还是？楚楚这次来江城，怕是吃了不少苦。发布会之前，我也没时间陪她，不如让裴永洲夫妇好好照顾楚楚几天，养养身体和气色。等到了发布会，也正好公布楚楚的身份。你办事，我也放心。魏楚楚就交给你照看去。齐总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顾她。那照你这么说，我应该怎么做？虽然一波3折，但还好，代理权还是咱们的。齐总松口归松口，但是没有签合同，还是不能掉以轻心。所以，我要送给齐总2份大礼。什么大礼？这第一个，自然是魏楚楚。你没有听刚才齐总说吗？让我们好好照顾她。以齐总的身份，那有些残忍的话是不方便说的，有些脏手的事情那也是不方便做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洞察大佬的心思。放心吧，这事就交给我。这几天我一定会让他求生不得。我劝你要是没有别的证据，还是省省力气。
这第二个就是齐总夫人。发布会当天，齐总夫人务必也会到场。我听齐总的语气，他必然是一个爱妻之人。到时候我们就送给齐总夫人一份厚礼，务必要讨得齐总夫人的欢心。这一点我可以证明。还是你想的周到，到时候你成了齐总和他夫人的人情，在江城，谁还跟你争啊？到时候我就是江城第一人。给我把他们3个带回主家，好好的看着他们。是。沈小诗，我资助你上大学，你还打算放过就是这么回报我的吗？当初你让我用你剩下的东西，现在我让你吃狗剩下的东西。我不可能就这么送。天理昭昭，报应不爽。拿走楚家的所有东西，这就是我都要一一收回来。狗屎拿走！不知好歹的东西！我以前这可是专门喂养赛级犬的进口狗，5000块一斤，给你真是没得福气。要不是怕你饿死了没法向齐总交差，你以为？呸！你现在立刻把我自己吃。你猜我拍到了什么？这什么呀？海洋之心。这就是那个全球限量款的项链，这得多少钱啊？哎，我试试。别乱摸，这要是弄坏了可怎么办？我可是足足花了5000万呢。不过这钱花的值，要是把这个项链送给齐总夫人，那一定能讨得齐总夫人的欢心。20万元，没有哪个女人能拒绝海洋之心的诱惑。你送我的项链才7、8万，别有招。沈小姐，你想把这个项链送给齐总夫人讨她欢心，我告诉你，齐总夫人不会喜欢的。那你说说到底为什么呀？实话告诉你，因为不可能啊！我就是齐凌风的夫人。什么？你是齐总夫人？魏楚楚，你是得了失心疯还是癔症犯了？在这胡说八道！魏楚楚，你不会喝假酒？怎么办？我们的卡都知道你没钱，但也不能买假酒呀。假酒喝多了是会出现幻觉的。你们才得了失心疯！我告诉你，你最好识相点，赶紧把我放了！又是楚凌川搞的鬼。现在清醒点没？还是齐总夫人吗？哎，你虽然样样不行，但是做梦倒是比我会做哈。没关系，3天之后我们会去带你见齐总。楚凌川，到时候我倒要看看齐总认不认你知不知道我们刚才在商场有多狼狈？你之后再说就是你的死阿期。远现在生病住院，需要交医药费，你把我们卡都停，我们怎么交费？还有阿远出国的费用。天成集团代理权之争已持续数年之久，大有群雄逐鹿之势。不过呀，今日终于要花落裴氏集团之手了。有了天成集团的帮助，我看裴氏集团的崛起是势不可挡了，迟早会成为江城的名气龙头。我知道你是嫉妒阿远可以得到我们姐妹的偏爱，裴总来了，这一切都是他靠自己的善良得来的，你没有理由针对他。我命令你，马上给钱。如果我说我不，裴总，您即将拿下天成集团的代理权，此时此刻您有什么想说的吗？那这样吧，我要感谢祁连峰祁总对我的信任，将代理服务交给我们裴氏集团。我们裴氏集团一定会服务好天成集团和祁总，同时也会起到模范效应、榜样效应，为江城的商业环境增添一份绵薄之力。裴总，您说的太好了。好啊。
裴总，那我们来好好这算是算这些年楚家为你花了多少钱？20年，每人每年500万，教育费，每人每年100万。这是我为齐总准备的一份大礼。你是不是疯了？ 3亿4500万。你拿这个伤痕累累的女子送给齐总当礼物？ 6亿4。大家有所不知，齐总为了找这个家，可是开出了10个亿的悬赏。哦，我想起来了，那个叫魏楚楚的，前几日齐总确实为了寻找他，开出了高达10个亿的悬赏。开出10个亿的悬赏，这得是结了多大的仇呀！我也不明白，你们说这一个社会底层人是怎么得罪齐总的呀？他该不会是想勾引齐总上位吧？勾引上位，就他也配？好的，齐总，珠宝和礼服已经空运至江城。再调10架卫星过来，进行全球直播。夫人为我当了3年的贤内助，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夫人是何许人。楚家的律师会给马上调10架卫星过来，进行全球直播。通知裴永洲，你们都可以带楚楚去发布会。来人，裴总，齐总说让您现在带着夫人去发布会现场。夫人怎么了？我是说，您可以带着魏楚楚去发布会现场了。明白，明白。您转告齐总，我办事请他放心啊。刚才齐总特意让人打电话过来，说夫人马上就到，还让我故意把这个魏楚楚给带到发布会现场。看来啊，这是把齐总得罪死了。齐总要公开宣判他呢。这个贱人不会真的勾引齐总吧？齐总是宠妻的狂魔，除了破坏齐总夫妻的感情之外，我想不到如此耿耿于怀的其他原因了啊！我说你怎么总说自己是齐总夫人，是想上位？他说他是齐总的老婆，哎呦，笑死我了！齐总知不知道他有一个这样黄脸婆的老婆呀？委屈你了。某青年女子疑似插足天成集团董事长齐凌风的婚姻，具体情况之江卫视将为您持续报道。那就放心去处理其他事情吧。楚楚姐，我说你怎么舍得离婚出走3年不果？原来是想钓齐总这个金龟婿。你野心比我大呀！只可惜野心再大，也得拎清楚自己几斤几两，不然会沦为笑话。现在他不仅得罪了齐总，更是连齐总夫人都得罪了。从今往后，恐怕不只是江城，就连整个枝江省都没有他的容身之处。那么难办，就你这个身份，你这个模样，你是有什么勇气做梦当齐总夫人呢？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你这张平平无奇的脸蛋吗？既然他掂不清自己几斤几两，那就刮花他的。我相信齐总夫人一定很喜欢这个脸。那我这就给齐打电话，让他把那些铺子卖了应急。林川那个家伙，1分钱都不留给我，他想得美！以后整个楚家都不是。常老板，这个地段的店铺那可是一步。常言道，好言难劝该死的鬼。既然他活得不开心，那我们不妨送他一程。知道怕了。魏楚楚，你现在知道怕了？你说说，我当初给过你多少次机会，可是你一次次的蹬鼻子上脸，你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那完全是你咎由自取。从今日起，这家店的所有钱不再
齐总，出事了！网上在传言您在养小三，已经影响到公司股价了。什么？天成集团董事长麒麟峰疑似婚变，小三出现在发布会现场，胡说八道！谁在造谣？简直混账！齐总，得让公司公关部门出来澄清，不然的话，不知道公司股价会跌到什么程度。我担心的不是股价，股价算什么呀？我是担心，要是楚楚看到这条热搜，我该怎么跟他解释呀？我倒要看看这个小三到底是谁。裴永洲这个人，他在干什么？小小一个发布会，控场都控不好。那咱们接下来去哪？我之前还送过他们一套别墅，现在我们去收回来。还想跑？跑！看你往哪儿跑！你保不会放过你们的！呸！齐总的名字也是你叫的，还叫得这么亲切，你真当他是你老公啊？这只是你一个下等人的幻想而已。我告诉你，这是我的房子。如果我刮花你的脸蛋儿，送给齐总夫人，她一定会很喜欢的。不好了，大姐，楚林川把我们所有的店铺都收回了。什么？裴永洲，你在干什么？你之前说过，会让我们三个一辈子衣食无忧。这就是你主持这会场秩序。不但停了我们的卡，收了我们的铺。齐总，我为您夫人特意准备了一份礼物。这个是小弟我花5000万拍下的海洋之心，希望夫人能够喜欢。你有心了，我也希望他喜欢。把他们，我赶出去。他就是那个网上传的沸沸扬扬的我的小三。是，我替您和夫人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贱人一点教训，免得脏了您和夫人的手。子虚乌有，莫名其妙，把他轰出去。发布会马上开始了，别在这儿浪费时间。那是，您和这种下等人不会有任何交集的。只是他多次口口声声说想当您的夫人，是怕影响您和夫人的感情。混账！我说怎么突然谣言四起？原来是有地放矢啊！让他站起来，我倒要看看是什么人不知天高地厚。你们想多了。齐总让你站起来没听见吗？弄急切干什么呢？你们不配带走蜀家的任何东西，这是你们当年穿着的。齐总，夫人呢？夫人怎么还没过来啊？果然，这齐总，你应该穿的衣服。齐总，快看！真的要这么绝情？楚楚，我告诉你，如果你现在这么做，就算是以后后悔求我，我也不会原谅你。这是怎么回事？大少爷，这些贵重物品怎么处理？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裴夫人刚才踩的。哎呀，这个小三儿啊，刚才被裴夫人教训的老惨喽。我怎么觉得齐总对这个小三这么关心呢？是你干的。全都给我搬到院子里去！是。
齐总，您怎么了？这是干嘛为一个小三儿？小诗，小诗没事吧？齐总，你为何为了一个贱人出手打小诗啊？这是，你说谁是贱人？齐总，我们到底哪儿做错了？魏楚楚她是我前妻，我对她是有感情的。可是当我知道这个贱人她得罪了你，你开出高价宣传她之后，我是一点都没有顾及之前夫妻的感情情分。而且，您今天开新闻发布会，我和小诗之所以对她进行一番教训，那是因为怕她影响您和夫人之间的感情。我和小诗对您是鞍前马后，忠心耿耿。所以你之前说的前妻就是楚楚。你这个畜生！齐总，您这是什么意思啊？最后一个贱人，又一个贱人，楚楚她到底对你做了什么？你要对她诋毁伤害至此？你为了攀附权贵，对自己的前妻不惜伤害至此，你这样的人不是畜生，是什么？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您和夫人着想。您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夫人考虑啊！你还有脸给我诋毁夫人？蠢货！魏楚楚就是齐总夫人。什么？这魏楚楚是齐总夫人？这不可能！齐总，魏楚楚这种下等人，怎么可能是您的夫人呢？您是在跟我开玩笑，对不对？我没工夫跟你开玩笑。齐总，您可是天成集团的董事长，是江首富啊！您的夫人不应该是世家千金，或者是行业大鳄吗？就是啊，她魏楚楚，一个离过婚还30多岁的女人，人老珠黄了呀，怎么可能是您的夫人呢？魏楚楚，你给我老实交代清楚！你怎么可能是齐总夫人？我都看不上你，你还想攀齐总的高枝？你不撒谎，你就找找自己！我麒麟坊的老黄，还轮不到你来看得上。你只要知道，会为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痛苦代价。你早就买好了国外的房产证，还准备这怎么可能？现金，你们现在还有什么好紧张？楚楚，对不起，我来迟了。我现在送你去医院。你不是都已经来人，死了吗？立刻调配国内最好的医生过来，给我的夫人治疗。是。等等，结婚证带了。当然带。这火还不够旺，还好你们准备的够充分。看清楚了吗？3年前，好啊，原来3年前咱们离婚的时候，你就勾搭上了齐总，你这个不要脸的荡妇！让他们3个，你他妈的个打我！把你的嘴巴放干净点！我之所以能这么快结婚，那是因为上天眷顾我，让我离开了你这个渣男。遇到我的真命天子，这一巴掌是要教你一个道理：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把下作当本事，把无耻当能耐。你这种人，让我生气的资格都没有。你少用你的赵三母子找借口！齐总，他现在能这么对我，以后也会用同样的方式这么对你的。黑永寿！再敢对我的夫人说半个不敬的字儿，我不介意让你体会一下什么是合法行事。这么理解，你怎么能跟上魏楚楚呢？还有一点没跟你说，不是我看上了楚楚，而是楚楚选择
留在我身边帮助，所以才有了今日的麒麟峰和天成集团。当然，像你这样鼠目寸光、唯利是图、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是不会明白的。说到这儿，我还得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把楚楚拒之门外，我又怎么有机会遇见楚楚呢？怎么会呢？我这次给你转账。你怎么做？你看在我不知者不罪的份上，你就给我这次机会吧。我以后一定痛改前非，我好好的做天成集团的2级代理，行不行啊？齐总，我们真的不知道魏楚楚是您的夫人。齐总，我们错呀，错了。裴永成，你对我的夫人动辄殴打辱骂，还想做我的代理？你没睡醒吧？姐姐，把你手机借我用。把合同拿给我。是。怎么可能？我的银行账户。大姐，你要不要紧，我是大周。没有这个代理的话，我们裴氏集团就要倒闭了。我求求你，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道歉要许久，那还要法律做什么？传令下去，封杀裴永洲和他的裴氏集团，所有公司和银行不得再和他们合作。所有参与殴打楚楚的人一并封杀，不要让这些人在枝江省再没有活路。明白？至于你，我的钱暂时用不了。齐总，我真的不知道楚楚姐就是您的夫人。我要是知道的话，你给我10个胆子我也不敢啊！楚楚姐，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求求你，求求你给我们一条活路吧！给你们活路？你们给过我活路吗？我给了你这么多次机会，楚楚姐，我真的知错了，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你不是知道错了，你就是怕了。把他们丢出去，别脏了我和楚楚的眼睛。是，3人上。齐总，齐总，你们错了呀！错呀！我们错了，我们错了。齐总，怎么这么多呀？老板出事了，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供货商突然拒绝给我们提供原材料。一天下来就要好几10万。徐总，银行突然拒绝给我们提供贷款，所有的银行都是这样，公司的现金流最多只能支撑3天，咱们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啊？好吧。他们动作怎么这么快？只有200万，我也只有150万。领导，咱们公司所有的预售产品突然出现大规模的退订，现在要怎么办啊？什么意思啊？你们不会让我裴永洲，钱吧？你看看你们夫妻俩干的好事儿，不是我要住这么贵的地方，喝汤，现在都被你们害惨了。那么多钱啊！阿远，这怎么能怪我？我也不知道那个魏楚楚她是齐总夫人呢。也不知道魏楚楚这个贱人是走了什么狗屎运，竟然能当上齐总夫人，真是老天不开眼。不是，你连齐总夫人是谁都不知道，就想拿代理权，你是不是还没睡醒啊？齐总下令全省封杀我们是死定了。但是死之前，绝对先送你们这对狗男女上路，打死这对狗男女！对，狗男女，我知道。别打了，别打了，我有办法，我有办法。都被你得罪成了这样，还能有什么办法？这么多年，怎么可能说放弃就放弃？就在魏楚楚身上。亮的2天，到时楚楚，我勾勾手指，对不起，他还是会捡上来的。是我怕伤害你，才没有追问你的过往，结果酿成如此大错。但是你放心，这一切都过去了。那个裴永洲
走，我会让他付出代价的。今日之事，所有涉及我夫人的负面视频全部删除，所有涉及我夫人的负面热搜全部撤掉。若有疏忽，我拿你们试问！都给我扔出去，别碍着我的眼。楚楚，大少爷，他们3个人的楚楚，都已楚楚，还有，您为林远先生安排的住处，需要一定收费。差点忘了还有他。当然收，全都给我打包，扔到外面去。楚楚，是，你醒了。终于清完了。你一直在这里守着我，我真的好担心你出事。都怪我。大少爷发话。你现在你被感觉怎么开除了。都说了不是你的错，怎么能怪你呢？我感觉好多了。没有资格继续住在楚家。你的东西都在这儿，赶紧滚！别再……你等着，我现在就给你买饭。他凭什么开除我呀？就是，凭什么开除阿远？把我们赶走也就算了，阿远他做错什么了？怎么这么快就？大少爷吩咐了，怎么是你？只要看到他们4个人，直接撵走。是。楚楚，对不起，我做了，楚楚，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和沈小诗结婚？那是因为我一直没办法忘记，我一直在等着你回来。你在机场可不是这么说的。我当时说那些话，就是为了想考验你，我想看看你对我还有没有感情。大少爷，咱们夫妻这么多年，我的脾气你知道的，我吃软不吃硬。如果当时你向我服软的话，只要你说一句软话，我马上就会抱住你的。别碰我！沈锦墨已经死亡消息。楚楚，我发誓，我是真的还爱着你。你不知道，我当时在机场看见你的时候，我心里有多么的高兴。我当时只是想压压你的性子和脾气，不想让你以后那么的任性。这是什么鬼地方呀？跑都不住。你看，这是我专门给你买的早餐。你以为我是3岁小孩，一顿早餐就能把我哄好吗？楚楚，咱们别怄气了，好不好？我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要不然你也不会这么多次专门过来堵我，对不对？要不是你，应哲，你还真是自作多情。我现在是林峰的夫人，你觉得你能比得上林峰的一根手指头吗？别抱怨了。再说，这不比你们3个住孤儿院那会儿强吗？楚楚姐，我错了，都是我的错，这不关裴总的事儿。是我狼心狗肺，不知好歹，是我不该介入你跟裴总的感情。今天这一切都是由我引起的。楚楚姐，我真的知错了，你想怎么惩罚我都可以。我求求你原谅裴总吧。楚楚姐，我错了，我真的是弄错了。3个没一个靠林老师，你不觉得这个场景非常的熟悉吗？3年前我刚遇到你的时候，我也是这么。你可以为了学费给我下跪磕头，每逢过节也给我下跪磕头。我那个时候真的觉得你特别可怜，不知道感恩。现在我才知道，像你这种连尊严都没有的人，最没有底线。你这种人最可怕。3年前，你凭借这一套夺走了我的一切。3年之后，不会让你再得逞。魏楚楚，你简直是蛇蝎心肠，歹毒至极！一日夫妻百事恩，我们夫妻那么多年，非要把我往死里逼是吗？怎么，
这么快就装不下去了？什么一日夫妻百日？你当初把我留在高速公路的时候怎么不提百日？你和我离婚的时候怎么不提百日恩？你为了巴结林峰，对我百般羞辱殴打的时候怎么不提百日恩？裴永哲，我们俩之间早就结束了，请你立刻离开我的世界，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看到你。喂，林董，楚楚，你不是滚！我楚氏集团的股份吗？我现在立马可以转让给你。好，既然你不想让我活，就别怪我不让你们好过。想干什么？干什么？魏楚楚，我告诉你，我虽然不知道是用什么手段勾引的齐总，既然齐总知道我这个前夫的存在，但他显然也不知道你之前干的那些龌龊事。如果我把这些告诉他的话，不知道你这个齐总夫人还能不能保得住了？你，魏楚楚，这些可都是你逼我们的。既然你想置我们于死地，那就别怪我们鱼死网破了。你要和谁鱼死网破？林峰，几位沈小记得姐，请留步，你来我们不能进去。凭什么不能进去？我可是楚氏大狗，给我让！沈小姐，我们是你们两个的命令行事。还敢来骚扰楚楚，很好，好啊，胆子很大。看来我之前对于你们俩还是过于宽容。没本事给我滚出来！齐总，我今天过来是有重要的事情跟您汇报的。说，你被魏楚楚给骗了。可他不仅离过婚，还流过产，现在能不能生育都是两说呢。而且还小肚鸡肠，喜欢争风吃醋，动不动就离家出走。我就是因为这些，才把他给踹了的。李永哲，你恶人先告状，当初为什么流产？你自己心里没数吗？你就是小三！知道那么多德才兼备的美女，在外面排着队的想成为您的夫人，你为何要娶一个二手货呢？这要是说出去，岂不是辱没了您的名声啊？小弟我在江城也算有点能力，您要是不介意的话，我愿为齐总物色几个年轻貌美的女子。说完，楚凌川，我问你，说完了，齐总。凭什么诛下我丈夫？我愿意会。我的股份都收走。你是个唯利是图的小人，做这些，没想到我还是低估了你的恶毒。齐总，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你觉得发生了这些之前的事，我还是不会去调查是吗？是你现在楚楚怀有身孕的时候出轨小三，在她临产之际把她丢在马路上，导致她流产。还有这个女人，楚楚看你可怜，资助你上学，你却一直给她下打胎药，现在求饶不成，还倒打一耙。不要脸的人我见多了，但是像你们这样没有底线的人渣和败类，还是头一次见。是你给魏楚楚下的打胎药，是你害死我儿子！你他妈的，我他妈打死你！白永哲，你少在这里故作深情了。是谁每次喝醉酒都说魏楚楚不配生我的种？是谁在她流产的时候还在跟我上床庆祝，亲口说孩子没了正好，省得离婚麻烦。你他妈！你这个贱人！这是你勾引我的！就是啊，姐夫，我们姐夫从小一起长大。我今天才知道这个女人的真面目。我终归都是她勾引我的。你还说什么？还有我大姐，还有我婆家魏楚楚，也是她教唆的。来人，怎么？你这话都不算数了吗？把这两个人打断腿扔出去。是。怎么样，齐总？我这是为了你考虑啊，齐总。你身为天成集团的董事长，要是娶了魏楚楚，
这是传到出去你的脸往哪放啊，齐总？不是管我要东西。像你那样抛妻害子，难道就有脸面了？我麒麟峰还不需要靠老婆来撑场面。带走，齐总。让兵，走，先走。现在还跟我谈什么情谊？你给我们买东西难林鹏，对不起，当年我知道，我知道，我都调查清楚了，是他先出轨，害死了你的孩子。当年的事是他的错，不是你的错。谁年轻的时候没遇到情深渣？就要结婚了。哎，怎么回事？事情谈妥没？我看应该是没谈好。你没看他们俩都被扔出来了吗？我好说歹说，就这他妈给他跪下了。可是他还是不肯放我一条生路。裴永忠，你敢耍脑子？是不是疯了你？你才疯了！什么齐总夫人对你有感情，肯定会放你一条活路。你他妈的活着让你吗？啊！还真的中了你的邪，才信了你的鬼话。我快住手！要是再敢动我，我就对你不客气。呸！之前老子是看在麒麟峰的面子上才喊你一声裴总，没有麒麟峰给你撑腰，你是个什么东西啊？哎，不客气了，我就你也配？我打死他们！走！我呸！裴永忠，这一切都怪你！发什么神经？我发神经？你口口声声说爱我，耽误我3年都不娶我。要是你能多给我点钱，我至于在乎那3万块钱的鞋吗？这跟鞋有什么关系？怎么就没关系了？我要不是因为心疼那双鞋，我会让魏叔叔赔给我吗？会有今天这么多事儿吗？你成天揣兜里那3瓜2枣的啊，抠抠搜搜的。现在倒好了，你被麒麟峰封杀了，全封杀了，咱俩1分钱都捞不着。不是说你不在乎钱吗？我不在乎钱，所以我沈小诗在你眼里就是那么廉价，我就是个赔钱货，1分钱都不值得你给我花，是吗？你他妈的！你能不能消停点？给魏楚楚下药的事儿，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怪谁呀？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你既想要我这个年轻貌美的大学生，又想要你那个夫妻出走的前妻。你一直都给魏楚楚留了一席之地，这是你自己说的。那么说，是为了让魏楚楚放过我们？你脑子有病啊！对，这就是你口口声声说的爱我，这就是你3年不娶我的理由。我人生中最美好的3年，全都浪费在你身上了。要是给我耍神经病，你快滚远点！你别污了我的眼！成为他的妻子吗？你以为我还稀罕？以前你是裴总，现在全都被麒麟峰封杀了，你还有什么？你真以为我还会把青春浪费在你这种人身上？娶你面前这位我呸！小姐，你个贱人！喂，裴总，银行上门收债了。快松手！别跑！别跑！别跑！你跑出去办的话，我们公司还怎么运营啊？裴总，因为您未及时还款，您公司的资产和您个人房产、车产全部被
裁判进入场馆。我不同意。再给我几天的时间，我们集团现在资金链有点紧张，你再给我几天时间，我保证贷款能还上。整个江城，谁不知道你是因为得罪了齐总夫人而被封杀？现在裴氏集团已经是穷途末路了，别说几天，就算再给你几年，又能怎么样呢？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老婆还没死，就这么着急再婚？我知道，我们平常关系阿谀，我全部的心难免会拈酸吃醋。但是真心这个东西，谁也控制不了。你用这种下作的手段对付我，魏楚楚，未免太可你们笑都想让我活，就别怪我跟你们鱼死网破。来，再吃点虾仁，多吃点肉，恢复才好。你一个死人，患者家属么？可以出院了，去窗口办下出院手续吧。我先去办个手续，等你出院了，我向全世界宣布，你是我麒麟峰的夫人。三番五次的欺负林川，就是因为你。江小姐，你误会了。其实我只是楚家的私心，楚大少爷拖欠我工资，锦墨他们看不惯，才替我出头，这才闹成这样的。江小姐，你不知道吧？楚灵川他……我跟你说这些，是不想你被他欺骗。这位就是他老婆。上次结婚的时候，他们也在。救命！救命！医生让我来办理出院手续。不信你可以问他们。是吗？院里没有让医生通知您办理出院手续，您是不是搞错了？不可能！我知道啊。没错的，先生。你知道？楚楚，我知道了，你是楚灵楚楚，骗他老婆的吧？实在抱歉，我都嘴了。楚楚，你怎么打人呢？我不但知道他结给婚，我查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明白，我这就去办。今天气色不错呀，淘气快乐。是。看到你的主意，我要碎10万吨。裴永成，你到底要干什么？你能不能清醒一点？早就想这么干。清醒！平常是你跑得快，现在的我，比我任何时候都要清醒。林川，这路已经良好，无人打扰，这是一个不错的造势之地。裴永成，你想干什么？只要你放了我，你想要多少钱，林峰都会给你。完了！老子的公司、房子还有车子，都已经被法院给拍卖了。我的名声也臭了，没有人愿意跟我合作，老子现在一无所有了。我就算再打你几百巴掌，也无妨。麒麟峰不是口口声声说爱你吗？那我今天倒要看看他有多爱你。想干什么？齐总，你别找了，魏楚楚现在在我这儿呢。裴永正，你敢绑架楚楚，我看你是活腻了。谁他妈活腻还不一定呢！10分钟的时间，地址我已经给你发过去了。你知道的话，你这辈子再也见不到魏楚楚了。林峰，林峰！掏心掏肺，那楚灵川这么狠绝，像这样忘恩负义的人，真的值得你托付终身？已经报警了，警察说没看到。你之前我对不起啊，这周围全是高楼。立刻联系所有能联系的媒体，暂时封锁我和天成的一切热搜和新闻。是活腻歪。这都是误会呀！
我当时受的惊吓，我说的都是无意识的话。那再说，楚灵川不是没受伤吗？凭什么这么对景墨？看你就是故意的，真是我要让你和麒麟峰身败名裂。叔叔，林峰，上功劳一瞒就的司机呢？原来有这个，裴武周，你脑子发什么热呢？把楚楚给我放了，以前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既往不咎？你以为我是犯罪小孩啊？你一两句话就能把我给忽悠过去了？我麒麟峰说一不二，我现在就可以让浙江的那些公司和银行解除对你还有裴氏集团的封杀。要不是阿远救了奶奶，谁不知道整个江城的公司都奉以天成集团为尊？你要是想封杀，那岂不是一句话的事儿？我可以给你钱，算了，你拿着钱远走天涯，后半辈子衣食无忧。只有钱人作贼，哪有钱人防贼的？你要是想找到我，我就算是跑到天涯海角又能怎么样？你到底要怎样？要怎样？到底是谁救了你们奶奶？从这跳下去，麒麟峰，只有你死了，我才会彻底的放心。不要，林峰，你别听他的，他已经疯了，他已经疯了！别他妈给我闭嘴！麒麟峰，你不是很爱我楚楚吗？只要你从这跳下去，那我就放了他。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现在是在犯罪。把他放下，放下，你还可以找到他。你怎么少废话？你屌不屌？等等，开个价，多少钱我都给，或者是我来给你当人质，我陪你上出国的飞机，你把他放了，我跟你走，我他妈不要钱，我就让你死，你屌不屌？死！我跳！不是的，你们听我说，你们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是救了你们奶奶。这个文件都是伪造的，你们不要看，不要信。当初救你们奶奶真的是我。景墨，你打我！车祸现场照片，麒麟峰他死了，还要你们亲手写富家之家竟然为了一个女人跳了我而亡，还真是贻笑大方啊！救了奶奶，你刚才不是很生气吗？对我来说，别以为丑小鸭当了几天白天鹅，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告诉你，你以为你很能耐啊？为了证明我的清白，特意四处奔走搜集。会遭报应的。继续，辛苦了。报应？你以为你还是齐总夫人呢？麒麟峰他现在已经死了。我告诉你，没有麒麟峰的封杀，我重建裴氏集团志在朝夕。到时候，我看整个江城，谁还敢让我遭报应？谁说我死了？林峰，拿开你的脏手，根本不配动我老公。这是怎么回事？裴有柔，你以为就凭你那点下三滥的小伎俩，就能扳倒齐总？我实话告诉你吧，齐总早就在下面安排好了齐总，方才跳楼，头发不是。林晨，你不要骗自己，他们这么多，我不信。你不可能说放下就放下。我答应你，我再也不会去见林远了。我只想跟你共度余生。这不可能！不仅如此，齐总还让媒体和平台封锁了一切关于天成集团的消息和新闻。你所上传的那条视频，
根本连什么都没有。就凭你，也想跟齐总斗，真是无忧汉大人，可笑自没有力量。不然我就去告你昏罪，到时候楚氏集团的生意一落千丈，你也别想好过。这是在威胁我。我没有在威胁你。你怎么这么傻？你知不知道你跳下去的时候，我都要吓死了。那我总不能看着你被裴永洲挟持吧？你要是以后再敢追，从你嫁给我开始就是一场骗局，你坠崖假死也是一场骗局。我就带着你的所有财产，我改嫁给别人。可惜啊，我的律师团队已经拟好了条款，谁要是敢去，他必将失去所有事。骗光蜀家，去国外逍遥自在。你都知道。这位天成的股东，还有企业家朋友，这么多年也都是真的。这几年外界对我夫人的身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今日我就当着诸位的面公开我夫人的身份，同时赠与其天成集团50%的股份。还没有找你们算账。50%的股份，这得是多少钱呀？原来你都知道，少说也得有几百亿了吧？魏楚楚，你是个什么货色，也配当得齐总夫人？是因为他们配拿着50%的股份？才是日积月累，我才娶到你。以后的时间，我会加倍珍惜你。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分开。来人，把他们给我拖出去！齐总，夫人已经到了。带夫人去换礼服。是。齐墨，现在怎么办？楚灵川好像真不管你们了。各位稍后，夫人啊，亲人宣誓。不是，齐总夫人和股份只能是我的。魏楚楚，当初我能抢走裴永洲，现在就能抢走麒麟峰。奇怪，怎么这么热？请新这位郎新娘交换竟还跟你买对戒，药效发作。楚先生，你最亲吻你美丽的新娘了。骗子是要起一线之血。这是齐总给魏楚楚准备的礼服。大姐，林远那个大骗子被咱们打进医院了，爽！可是咱们跟林远彻底闹翻了，岳无这是为齐总夫人准备的。哎，大姐，我们在楚家耳濡目染10几年，别的不说。家头脑肯定比一般人强，凭借咱们几个的努力，就算是从头开始，也能再创造出一个楚家。对，齐总要是热的话，楚家的时候，我帮齐总卸卸火。那么多商业大佬都跟在我们的后面拍马屁，现在我们只要联系1、2个，启动资金不就到手了吗？夫人，您先去换礼服吧，我去看一下齐总有没有什么要吩咐的。行，先去吧。哎呀，楚总，楚总，哎，沈秘书年少有为啊，还望这也没什么礼服呀。沈秘书辛苦了，以后还望多在书童面前多美言几句。一点心意，沈秘书笑纳。放心，
我都记着呢。沈小诗，林峰怎么会和沈小诗在一起？可是现在的林峰的情状态不对。况是，咱们连谈生意的地方都没有。最近外卖平台沈小诗，果然是你搞的鬼。事隔3年，你又想自己重试试，可惜这一次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楚楚，楚楚，楚楚。实在不好意思啊，沈小姐，我的资金这不是天成集团的董事长麒麟峰吗？这个女的是谁？天成集团之前就预告今天要公布麒麟峰夫人的身份，难道这女人就是麒麟峰夫人？早听说麒麟峰深情无比，专爱他夫人一人，除了他夫人，他怎么可能允许别的女人上他的床？没钱还喝我们咖啡，不要脸！现在全国民众都以为我才是祁总夫人，麒麟峰敢不承认我的身份？除非你想人设崩塌，身败名没有了楚家的背景，自己什么能力？这祁总夫人没来，祁总怎么也一去不复返呢？对呀，二位稍后，我去问问。夫人，您换好礼服了吗？啊，好啦，来啦！好。各位，祁总夫人到。已经这么晚了，应该也不会有人来了。我们走吧。你？怎么是你？我早就琢磨，到底是什么样的奇女子能配得上祁总？近日一见，果然不是凡人。就是想来骂你们几句。祁夫人，这是祁总为您准备的股权转让协议，您签之后即可获得天成集团50%的股权。不是，我告诉你不能！你什么你？祁总都同意转让给我股权了，你还有什么问题吗？这不可能，祁总怎么可能让你当夫人？我要去找祁总问清楚。你也是来骂我们的吗？我观察你们几个一下午了，你们几个坚韧不拔，很有前途，我很欣赏你。像你们这样的女孩，一定会成功的。下一个世界首富肯定就是你们。祁夫人，签了这个字，你以后就是天成集团最大的股东了。还望以后和我们同心协力，共同把天成集团经营好啊！大姐，她是咱的知己。各位股东放心，以后天成集团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一定会带领天成集团更上一层楼。启动资金，你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那可是100万利的买卖。要不是看在你们3个女孩沈小诗，你以为你穿了我的礼服就是祁总夫人？什么？你的礼服？你说的是？难道你是祁总夫人？沈小诗是冒充的？当然是真的。哎，魏楚楚，论样貌、年龄、学历，你哪一点比得过我？凌风之前之所以能跟你结婚，那是因为先前没遇到我。你不会是骗我？听他们这么说，这个魏楚楚似乎是祁总的前妻。别后悔就行。也没听说祁总有什么前妻啊。哎呀，有没有不重要，只要祁总不承认，那就是没有。这个项目，看来这个魏楚楚今天特意赶来，就是来闹事的。你一口一个凌风，叫的还真是亲密，真以为猴子穿了衣服就把自己当人？楚楚姐，多说无益。你要是现在退场，我还可以给你留点体面。你要是再回，别怪我对你。那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对我客气。茶都喝了3碗，赶紧把这疯女人赶出去！回来啊！崔芳回来生气了，谁来担负责任？我都给他了，现在可真是1分钱都放开！没有了。放开！我告诉你，他就是一个想上位的小三儿，我才是祁总夫人。放开！他说沈小诗是小三儿啊，话不能乱说。你说他是小三，你有什么证据？我有证据，我有证据，我有证据。你们俩去叫他姐夫，态度好一点，争取能打动他，
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了，这个人是不是齐总？真是齐总！沈小诗居然和齐总睡在一张床，那不是齐总夫人，怎么会跟齐总睡一张床上呢？看来沈小诗真是齐总夫人，这魏楚楚就是来闹事的。那是假的，他在骗你们。魏楚楚，人家沈小诗都跟齐总睡一张床了，你还有什么狡辩的？证据我也有，你们把我送开，我给你们看。哎呀，行了，像你这种无理取闹的女人我见多了。你不就是见齐总素来宽容，这才敢来秦陵闹事吗？齐总宽容是不假，我们可不是好惹的。今天要不是害怕污了齐总夫人的眼，必须得给你点颜色瞧瞧。就放开，放开他！姐夫，你就看在我们也是被骗的份上，就原谅我们吧。还好你来得及时。你们可真可笑。沈小诗，把我老公叫姐夫，你要对我的夫人怎么不记得什么？我有你们这样的妹妹。魏楚楚才是真的齐总夫人。多远滚多远。齐总，我不过是想帮你选一位更合适的夫人。大少爷，您贵为之江首富，魏楚楚这样的黄脸婆怎么能配得上你呢？那你说，什么样的人才配得上你？也太过分了！天成集团之前就预告今天要公布麒麟峰夫人的身份，难道这女人就是麒麟峰夫人？大姐，齐总，你千万不能死！全国人民都认为我更适合当您的夫人。你怎么和我在一张床上？你算计我！哪个女孩子会用自己的清白算计别人呢？齐总，您可不要提上铺子不认人啊！沈小诗才是想上位的小三儿，自己想上位，还想利用我们，简直就是可恶至极。关键是齐总怎么会有小三儿呢？据我所知，齐总一向是洁身自好。对呀，你以为爬上了我的床就可以上位？我儿子这样都是你们，你是没睡醒吧？你们得负责。通知公关部门立刻发文澄清舆情。是。齐总，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事儿，你发个文件就能澄清了？那我的清白算什么？清白？不管，你们不仅要赔钱，还要照顾我儿子一辈子。你也有清白，你也配提清白？我的清白，在齐总眼里就这么一文不值是吧？好，那齐总您的清白呢？现在全网人民都认为我才是您的夫人，您如果不娶我，那就是忘恩负义、背信弃义，你的营社就会崩塌，身败名裂。就算您不在乎自己的清白，那天成集团您在乎？作为天成集团创始人的您，如果身败名裂，那天成集团是一个死人了，身份也没有了。就算如果你被警察局抓，齐总是天成集团的创始人兼董事长。对，如果说人设崩塌，那资本市场会对天成集团失去信任的。是啊，到时候别说公司股价下跌，天成集团甚至会从交易所退市。沈小诗，你真是不择手段，下作至极。齐总，您这是被小三套了，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当务之急还是先解决眼前的问题。要不就给沈小诗个名分，这样对集团、对齐总都没有什么损失。我同意，我也同意。沈小诗，你以为我和裴永洲一样是唯利是图的小人？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拿捏到我？我告诉你，不可能！就算是股价下跌，就算是天成集团退市破产，你这辈子、下辈子都不可能成为齐总夫人。你是在做梦！齐总三思啊！天成集团绝对不能退市。虽然说天成集团是您一手创立，那也是我们所有股东的一片心血呀。齐总，如果你执意要给魏楚楚名分，而不顾及我们股东的利益，那我就要召开股东会，我们要投票表决。齐总，这份股权协议我已经签了，我现在才是天成集团最大的股东。您要召开股东大会，你会赢吗？唉，齐总啊，你还是没搞清楚现在的状况，不是你在给我机会，而是我在给你机会。沈小诗，
你果然还是和以前一样，净做这些下作的事情。你就像阴沟里的老鼠，永远见不得天亮。楚楚姐，现在嘴硬还有什么用呢？要么你就把齐总夫人的位子让出来，要么你麒麟峰和天成集团一起完蛋。你真的觉得你能让林峰身败名裂？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蝇营狗苟到死，这才是对他最好的惩罚。现在全国民众都以为我才是齐总夫人，老婆，麒麟峰敢不承认我的身份？除非你想人设崩塌，身败名裂。人在做，天在看。魏楚楚，你偷拍我！你签的那份协议，那是林峰给他的配偶的。你们两个人又没有领证，那份协议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应。魏楚楚，你算计我！我之前资助你上大学，只教了你好好学习、好好读书，唯独忘了让你做个好人。你现在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我也有责任。你少在这冒着哭耗子了！你，沈小诗，之前林峰身体发热了，也是你搞的鬼吧？那个视频我已经传到网上去了，你所做的事情，后自负。你饶了我吧，楚楚姐！楚楚姐，带走！你饶我一命，楚楚姐！楚楚姐 Baby, I'm falling head over heels, looking for ways to let you know just how I feel. I wish I was holding 把协议拿过来。 you by my side. I wouldn't change a thing, 'cause finally it's real. I'm trying to hold back. You ought to know that you're the one that's on my. 死了！快动快跑！魏楚楚是我麒麟峰永远的夫人，唯一的夫人。其实沈小诗说的也没错，我现在的确是人老珠黄的。你真没打算换个年轻的？我麒麟峰发誓，要是我有二心，我天打五。这话不能乱说。楚楚，夫妻3年，我麒麟峰是什么样的人，你难道不了解？我知道，跟你开玩笑呢。林川，我们再捐10个过来，让那些可怜的孩子也能有家。浙江卫视最新资讯：裴氏集团因无力偿还银行贷款破产，公司相关资产均被拍卖。其董事长李永洲因为违法犯罪行为，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5年，便宜他。他这也算善恶中有报，他的公司破产，这算是报应。绿茶下药想上位，董事长霸道护妻。裴永洲锒铛入狱之后，其前女友沈小诗为了勾引天成集团董事长麒麟峰，竟对其下药，冒充麒麟峰夫人。目前沈小诗在江城富豪圈子已经臭名远扬。老婆，可以吃饭了。来，老公。哎呀！待会儿妈妈带你去玩好不好？开不开心？齐总，夫人，直飞马来西亚的度假专机已经到了，可以出发了。好，那咱们出发。那是裴永洲和沈小诗。他们就算破产了，平时做点小生意也不至于到这一步吧？他们的名声啊，已经臭了。林川，没有一家公司敢用他们。走吧，别让这种人坏了我们的好心情。我们去收行李啊！走，快跑！
的人，有生有世，不行。生生世世。浙江卫视最新资讯：群众在湖心公园的垃圾堆旁发现了2具流浪汉的尸体，疑似因食用不洁食物中毒而死。经过警方调查，死者为数年前破产的裴氏集团董事长裴永洲和其女友沈小诗。